每天凌晨，在梅州丰顺的乡间，每逢重阳节，宴请老人依然是最重要的敬老活动之一。而当地喜庆宴席的餐桌上，总少不了一道传统佳肴——炒面线。300多年历史的汤南手工面线，在本地家喻户晓。细长的形态，寓意着长命百岁、长长久久。它的口感柔韧咸香，老少咸宜。同样是小麦做成的面食，在这里却被叫做面线，而非面条，是因为面线非常细。3根面线同时穿过手缝针，绰绰有余。凌晨4点，罗敬荣和妻子陈尚玲就来到作坊。做面线要靠天吃饭。每年10月之后，天气少雨干燥，是做面线的最佳时间。开工头一件事便是吸井水。按比例放进盐，用来调制面粉。要看天气了，阴天就多放多一点。接着，罗敬荣把小麦面粉放进搅拌机，100多斤面粉搅拌完毕，揉面、割面、抹油。搓面，面团不断地变化着。罗敬荣用多年的经验，把握着制面的节奏。蒙着眼睛也可以做呢，做了30多年了。想做老板做不成吗？去做面条吗？做面条太辛苦啦。面团搓成细条后，需要醒面一段时间才能够继续。夫妻俩赶紧扒拉一点稀饭作为早餐。那个面条块啊，没办法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面条如果你不要去搞它，它就要掉下地下来，冷一下下，竹子都上不上去了。和从小跟着父母学做面线的丈夫不同，陈尚玲出嫁前从没接触过这一行。那么辛苦，谁要嫁过来？今天呢，做的没完没了，没时间出去玩，要做面条，连这个大门就不出的。要生活嘛，就要做一点面条啊。他最喜欢下雨天，不要赚那么多钱，人生过得快乐就好，是不是？吐槽归吐槽，活儿还是时刻惦记着的，因为面团发酵太久会变稀，就无法上面杆了。陈尚玲扎起马步，将细圆条状的面条以8字形环绕在2根面杆上。两人无需言语，合作无间，仿佛对着木桩耍功夫。面条被快速支满了杆子，把面杆挂到面柜里，再一次醒面。半小时左右，这些长长了的面条即将走出温室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要把面条拉成面线，得讲究巧劲儿。拉、甩、扯、拖、弹，将面线拉得越细越长越好，一般可以拉出大概2到3米。晾晒时要根据风、湿度和光照来控制日晒时间，这其中细微的变化完全依靠制面师傅们的多年实践经验来掌握。变白、变干、变硬，就可以收了吗？
还没等夫妻俩坐稳凳子，面线已经晒干了。你走了它就干了，你不走它就不干，所以就不敢跑嘛。不及时收就会掉在地下嘛。两人赶紧小心地把面线收下来。这时的面线离完成还差2道工序。蒸熟消毒吗？为了健康吗？面线还需放入蒸笼中蒸2个小时。取出后，便要趁热打包，扎成一束束1斤重的面线。热度就是要很烫的时候才要搞，不热就会粘上去，不好弄了。汤南手工面线这10几道制作工序，每一个步骤，做面人心里都放着一个时刻表，那是人与面的默契度。从凌晨4点开始揉面，到当天下午4点将包装好的面线送出，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，即使夫妻2人通力合作，也只能做100多斤的面线。面线在煮食之前，必须先在热水里烫一烫，减少盐分，再过一过冷水，使面线恢复紧实。比起一般炒面猛火快炒不同，面线久炒不烂，要用慢火不停地翻炒，才能炒到干爽有筋道。做汤面则简单些，前面步骤一样，煮汤时加入自己喜欢的其他食材即可。一天里能坐下来好好吃饭的只有晚餐。这样好啊。夫妻俩就着赖以为生的面线，喝起小酒，如同300多年来镇上的制面人一样。如果明天是晴天，也将会是劳累但美好的一天。